阿英趁着早上太阳还没出来，就早早的上山砍了3大捆竹子来做围墙和门窗。忙活了一上午，饭都没顾得上吃。这会儿孩子也睡醒了，热得哇哇直哭。阿英赶忙洗手就来抱孩子。天气热的原因，孩子身上长了好多痱子。阿英抱着孩子哄了好久，才把他哄好，就把他放床上自己玩。阿英才来干一会儿活，他又哭闹起来。阿英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马上去抱他，而是继续忙起自己手上的活，想着早点把围墙和门窗做起来，母女俩在里面住也能安心点。不然这竹屋四面漏风，连个遮挡隐私的地方都没有，住着也实在是太不安全了。刚做好一面墙安上，孩子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阿英看他不舒服，只得放下手里的活，哄了他大半天。这时天也渐渐黑了下来，阿英不忍心把他放在床上哭，就把他背上生火做饭吃，趁着这会还有点亮光，早点吃完饭，早点休息。山洞里连个灯都没有，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阿英一早吃过饭，就在竹屋里哄孩子玩。这时就听到一个大姐说：“这怎么会有衣服在这里？”说着还朝阿英母女俩走过来，问阿英怎么带着孩子来这里住。阿英就说自己是被老公赶出来的，暂时住在这里。大姐叹息说：“你们母女俩在这里受罪了。”阿英问大姐要去哪里，大姐说：“我来看看地里的庄稼。”阿英说：“那前面这块隔田就是你家的了。”大姐说：“是的。”就指着前面这块山头和阿英说：“这里土地都是他家的。今天他叫他儿子雇人来地里给庄稼撒化肥，叫阿英没地方去，可以一直住下去。”说着还要帮阿英带孩子，让他继续去盖房子。可怜的阿英今天算是遇上个好地主婆了。要是换做其他地主主人来地里看见，在他土地上盖房子，直接就会把人撵走。这年头像这样好心的地主婆不多，不仅同意在他土地上盖房子，还免费出力帮阿英带孩子。只能说阿英傻人有傻福。早上阿英还在发愁，孩子这2天身体不舒服，一会不抱他就哭，要不今天就不干活了，等孩子身上的痱子好点再说。没想到老天爷可怜他，给他派了一个帮手来帮他带孩子还干活。他再把孩子放床上一会儿，帮阿英递东西，这一会儿功夫，孩子又哭了起来，地主大姐又抱着孩子哄了起来。阿英也洗了手去抱孩子给他喂奶。地主大姐一边用帽子给阿英和孩子扇风，一边陪阿英聊天。半小时过去了，孩子也吃饱了，阿英又继续来干活。昨天光上山砍竹子拉竹子，就忙活了一早上，下午就做了一面围墙给安上，孩子就哭闹不停。阿英从下午就一直哄孩子玩，没时间干活。今天就挺好的，有地主大姐帮他带孩子。大半天时间，围墙就已经安了一大半，这会也就剩一面墙和竹门没有安装了。地主大姐边摇晃哄孩子，看阿英一个人干活费劲，还会搭把手帮他扶东西。这会儿孩子睡着了，他就坐在山洞里抱着他睡，怕孩子热醒，还用帽子给他扇风。今天一天，孩子跟着地主大姐可享福了，比平时跟着阿英强多了。阿英为了生活，带着孩子不是去打工挣钱，就是把他背上干活，要么就是把他放到床上自己玩。这么热的天，孩子跟着他折腾，不起痱子才怪。多亏今天有地主大姐帮忙带孩子，这四面漏风的房子算是彻底弄好了。天气太热，两人一起用帽子给孩子扇风。大姐看了看他的帽子，问阿英帽子怎么破了。阿英说长时间用来给孩子扇风就破了。地主大姐说着要把帽子送给阿英，阿英说不能再要你的帽子，你今天都帮我照顾孩子一整天了。大姐说你就拿着给孩子用吧，母女俩在这受苦，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。说着把帽子递给阿英，叫她带着孩子住这里还是小心点。
阿英想着自己帽子坏了，就收下了。看时间不早了，两人道别2句后，大姐也要回家去了。今天多亏大姐帮忙带娃，才能把房子4面墙和门窗弄好，不然靠阿英自己又干活又带娃，房子啥时候才能盖好？临走时还好心送了她帽子。阿英休息了会，就带着孩子来村长家门口摘药草叶。这时村长从地里干活回来，阿英听到声音，转身和村长打招呼。阿英说：“孩子身上长痱子了，来你家采点药草叶，烧水给孩子洗澡。”村长说：“你用得到就多采点。”还问阿英房子盖好没有。阿英说：“差不多盖完了。”村长说：“你盖房子还需要工具的话，可以跟我去屋里看看有什么能用得上的。”阿英就跟在村长身后来到屋前。村长打开房门走进屋里，问阿英需要什么工具，他来给他找。阿英说需要钳子和一些螺丝来固定房屋。不一会儿，村长就把东西找来递给阿英。阿英问村长家有没有2个水壶，借他1个给孩子煮药草洗澡。村长说有的，买了新的，旧的就放在角落里。村长把水壶找出来递给阿英，叫她带回去给孩子烧水洗澡用。阿英说我用好会还给你的，村长就叫她拿去用，不用还了。两人客套几句，阿英就打算回家去给孩子烧水洗澡去了。刚走出村长家门口，就听到村长从后面叫住阿英，叫她回来，给她拿一些铁丝，说不定能用得上。村长来到杂物间，边取铁丝边和阿英说，只要还能在废物利用的东西，他都会捡回来用。很快取下铁丝递给阿英，说这东西你应该能用得上。阿英又一次谢过村长，就带着孩子回家去了。回家来，用药草叶烧水给孩子洗澡。